我选择的是2个男人的精子，特意选的是棕色的眼睛，他肤色是白人肤色，黄色头发。本来是要选深色头发的，但是没有合适的了。挑选他父亲的时候，朋友对他父亲的评价和他自我评价都是外向。促排、取卵、胚胎移植、产检，整个的算下来，我花了50万人民币。既然涉及到挑选了，你是不是还得挑个品相好的？太激动了！对啊，我怀孕了。我叫叶海洋，吉林长春人，但是我定居在广州。我是做化妆品生意的，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。今天是谁值班？这个标的时候，其实还可以再往下面一点点。客人真的很着急。周一，尽快，一定要尽快，每天都必须要清理。我的性格从小到大都比较强，因为我到了应该找对象的一个年纪嘛，就是比如说我和男性朋友在一起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吃饭啊，然后我妈就那眼神儿就好像是，哎呀，这会不会是我未来的女婿？但实际上我说妈，我朋友真的很好朋友。对，到了一个正值生育的一个年纪了吧，28岁嘛。我当时也在想，我工作这么努力啊，然后我总觉得家里就自己感觉真的是空落落的。你就觉得你赚这么多钱，你干嘛呢？你想买的都买了，就是你曾经在北京，你住地下室的时候，你想要的一切你都有了，不是我坐在这觉得自己很成功或怎么样，真的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觉得，那然后我再自去这么拼命这么赚，我因为什么？哎，那我缺失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缺失是爱，是一个家。但是我又找不到那个爱情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先组建一个小家庭吧，先生个孩子。手术费用大概是3.3万美金，这一趟花了50万人民币。我在生孩子前也在考虑自己是否能为人父母。如果从经济角度的话，是没有什么困难。我买了3管，1000多美金一管吧。他植入的时候你是完全清醒的，没有打麻药，而且是 B 超看着这个孩子进去，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小点儿，然后推进去。在推之前我还问大夫，我说你确定是那个编号吗？千万不要错。然后他又看了眼单，我确定，是个女孩啊，她编号是什么？然后我说好，看着那个小白点儿，哎呦我天，眼泪又下来了，反正我有点多愁善感哈。你就感觉太神奇了，这个小点儿即将要成为我这一辈子的牵绊。我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出来的，害怕掉出来，害怕掉出来，太激动了，太开心了。对啊，我怀孕了，我还准备迎接着我所有的妊娠反应，结果一个妊娠反应都没有。就是在怀孕的中期吧，我抑郁症了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去产检啊什么的，你看见去产检的地方全是老公陪着，就感觉很空，非常的没有自信啊，好胖好胖，我就觉得妈，我是不是生完这一个孩子我就毁了？186斤啊，肚子特别大，反正就是那段时间就哭啊，心想赶快生出来，赶快生出来，一定要健康，赶快生出来。是不是好吃的？看妈妈给你做了什么，吃不吃？看到他第一眼啊，就是他拿过来给我看，然后我迷迷糊糊的看，当时属于那种很晕的状态，麻药嘛。他父亲是4国的，我说怎么是黑头发？你要吃这个吗？我吃。吃啊。很难吃吗？啊。做母亲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她是什么样并不重要了。我觉得她健康就好了，长什么样也不重要。从此，她就是我的小尾巴。该啊，该呀，出去该哦。個年乖嘅咪扭街。
爱不爱我，努力去猜。我是有想过找这么一个男人来成为他名义上的父亲，但是我又觉得这是骗了他。也确实想过很多版本，肯定要有一个故事，故事呢还不能太过分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说他父亲是当兵在国外，没有时间来中国，没有时间看望你。但我又怕他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爸爸不来看我，又那什么。我说这个人要是能一辈子在也还好，如果他中间不在，对孩子也是很大的伤害。我这一生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是不得不，一切都是我的选择。哎呀，我说妈，我是不是选择错了？我说妈，我是不是精神上承载不了？所以说我也不想这样。哎呀，这个答案这真很难回答，真很难回答。所以我照了一组照片，买了个大西瓜，把瓤都抠出去了，我把刀是装里边了，我给他照张相。我说以后孩子问我从哪儿来的，说你从西瓜里来的，妈妈买了个西瓜，切开你就出来了。看这体格也挺像。我朋友跟他女儿说，他女儿问他妈妈从哪儿来的，他家有养花，你是从这个花盆里边出来的。他从此就开始给那花浇水啊，跟他聊天呐，管他叫妈妈，特别搞笑。不吃啊？那吃肉肉。我给你换个肉肉啊。吃这个好吃，你试一下啊。不吃啊？吃肉啊？那不要粥啊？什么呀？啊，又有粥啊！点吃这儿的肉肉啊，肉肉。哎呀，真的气死我了！哎，他是不是不饿啊？耐心真的是翻好几倍的涨。现在不就是又当妈又当爸吗？啊，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个爸爸，啊，回到家呢你要有温柔的去对待你的孩子。当然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挺温柔的人。哭啊闹啊，或者说半夜他要起夜喝奶啊，你说人在那么困的时候，长期都要半夜起来喂奶，你不得不这么做，你还不能有任何怨言。我要迟到了哟，怎么起啊？哎，妈妈，哎哎哎，先别割，先别割呀！现在割上不行吗？非要待会儿割？过来，抱抱。回到座位上。多少色？要我？今天下午5点半上他的早教课，每周有2节课。哎呀，我们来不及了，就刚拿那个婴儿座椅，来不及了，马上上课了。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？为什么？快！哎呀！看看我们要迟到了，快！妈妈好 ，Let's go。现在网络上也有人会说我自私，那为什么你整个家庭中没有男性的参与？你们的家庭是缺失的。对于孩子来讲，孩子是不幸的。我自己生一个孩子，我没有叨扰到社会上其他人，关上门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我呢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尽可能的给他父亲的爱，给他母亲的爱。我并没有觉得我自私，我在努力的去做，我在努力的去生活。这也叫做我自私吗？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极限运动的人，然后我妈都说你不要去玩啊，太危险。但是这应该是我人生唯一爱好的东西。他的出生之后，我就放弃了很多我自己的爱好了。总觉得现在我是这家里的顶梁柱，安全最重要。其实大家可能骨子里是排斥女人那么强，其实这是男女平等的问题。
并不是男人才能主宰这个生育权的问题。那我想试问了，那如果我是个男人呢？你会怎么看？你会说，哎，哥们儿，嘿，你好酷。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出色，一位男士啊，他一直抚养一个女孩子，所以说生活中呢，他又是爹呀，又是妈，去抚养他女儿。然后呢，在18岁的时候呢，他送他女儿出国了，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，他回过头来之后叫了他爸一声，他说：“妈妈，辛苦你了。”他爸就瞬间流眼泪，所有的付出，就是这2个字。我听完这故事真的是感同身受，真的是。我相信有一天，如果 Darcy 对我这样的话，我真哭死了，真的。本来我就感性，真的会哭死。Sorry 啊。